我們書接上期的內容，今天我們來深挖黃道十二宮殺手的案件。20世紀60年代晚期，美國加州北部崛起了一個令整個國家陷入恐慌的連環殺人狂魔。與其他凶案凶手的隱秘形式不同，這個殺手極度囂張，每次作案後都會主動給媒體和警方寫信，吹噓自己的謀殺罪行。信中不僅充滿挑釁，還附帶藏有自身身份線索的密碼。他自稱12宮。截至1974年，他共留下4封包含4道密碼的信件。警方雖頂着巨大壓力全力追查，卻始終未能鎖定真兇。半個多世紀過去，這起案件依舊是美國歷史上最著名的懸案之一，其轟動程度跨越時空，至今仍牽動着無數人的心。1968年12月20日，12宮殺手犯下了第一起案件。当時，一對年輕情侶法尔代和詹森正準備前往河根高中參加聖誕節演唱會，這是兩人的第一次約會。由於距離演唱會開始尚有時間，他們在当地一家餐廳短暫停留後，便驅車前往赫曼湖路的碧城灣，一處当地知名的情人約會地。晚上10點15分左右，法爾代將母親的小轎車停在碎石鋪就的灣邊，兩人在車內等候。約1小時後，另一輛車駛入碧城灣，停在他們身旁。隨後，一名持槍男子下車，要求兩人下車。詹森率先下車，當法爾代起身到一半時，凶手对準他的頭部扣動了扳机。詹森試圖逃走，卻被凶手連開5槍擊中。凶手行凶後迅速駕車離去。幾分鐘後，附近居民發現了兩人的屍體並報警。警方展開全面調查，卻未找到任何有價值的線索。這起毫無徵兆的兇殺案為後續的恐怖事件拉開了序幕。時隔7個月，1969年7月4日，殺手再次作案。費瑞恩和馬高驅車前往瓦列霍藍煙泉的一處高爾夫球場，這裡距離赫曼湖路的謀殺地點僅4公里。兩人在車內聊天時，一輛車曾短暫停靠在旁後駛離，不料10分鐘後，這輛車又折返回來，停在他們車後。一名男子手持手電筒和9號口径手槍下車，徑直走向副駕駛位，突然用強光手電晃得兩人睜不開眼，隨後連開數槍。費瑞恩當場死亡，馬高陷入昏迷。凶手返回車內後，馬高因劇痛蘇醒並呻吟，凶手竟再次折返，對兩人補射數槍後才駕車離開。幸運的是，路過的好心人及時將兩人送往醫院，馬高奇蹟般存活下來，成為首個目睹凶手真容並幸存的受害者。次日中午12點45分，瓦列霍警察局接到一通匿名電話，來電男子聲稱對高爾夫球場槍擊案負責，同時承認6個月前殺害法爾代和詹森的也是自己。警方迅速追蹤電話來源，發現凶手是在街邊電話亭撥打的電話。該電話亭距離費瑞恩家僅 0.3 公里，離警察局也只有幾個街區，但警方趕到時，凶手早已不見蹤影。1969年8月1日，案發後的第26天，馬列霍時報、先驅報、舊金山紀實報、舊金山審查者報分別收到了一封內容相似的信件。信中，寄件人承認前2起槍擊案均為自己所為，每封信中還附有1/3的408字符密碼，並聲稱加密文字中隱藏着自己的真實身份。凶手威脅稱，若不將密碼刊登在報紙頭版，他將在每個周末夜晚連續殺人，直至殺滿12人。儘管警方尚未確認信件真偽，但為避免更多傷亡，舊金山紀實報次日便刊登了密碼部分，並引述瓦列霍警察局長傑克的話，希望寄件人提供更多未公開的案件細節，以證明身份。信件刊登後，加州民眾陷入極度恐慌，凶手作案的隨機性、手段的殘暴性讓人們人人自危。有關他的傳言被添油加醋的廣泛傳播，黃道12宮殺手的名號就此在坊間流傳開來。這個殺手心理素質極強，無特定作案目標，完全不懼警方，反而享受這種貓鼠遊戲般的挑釁。美國國安局、中央情報局和聯邦調查局紛紛投入精英力量破解密碼，沒想到這道難題竟被一對普通教師夫婦哈登和貝蒂率先攻克。1969年8月8日，也就是報社收到信件僅1周後，哈登夫婦成功破解了 Z408 密碼。破解內容令人毛骨悚然。我喜歡殺人，因為這比在森林裡獵殺野生動物還要有趣，因為人才是最危險的動物。殺人給我帶來震撼，這種感覺比任何感覺都要好。最棒的是，當我死後，我會在天堂裡重生，我殺死的人都會成為我的奴隸。我不會告訴你們我的名字，否則你們就會試圖阻礙我的腳步，或者阻止我為永生積累奴隸的行為。然而密碼中並未包含任何有助於破案的身份線索，警方再次陷入被動。6天後，1969年8月7日，舊金山審查者報收到了殺手的另一封信，信中首次出現了12宮的自稱。親愛的編輯，這是12宮在同你們對話。顯然，凶手對這個坊間賦予的名號頗為滿意，也對社會上的恐慌氛圍引以為傲。
信中他詳細透露了2起案件中未向公众公開的細節，包括使用的手槍型號、發射子彈數量、受害者的穿着打扮等，以此證明自己的兇手身份。他還抱怨自己的信息未登上頭版，并嘲諷道：密碼破译的開心嗎？希望警方享受這個過程，因為密碼一旦破解，你們就能抓住我。此時殺手尚不知 C408 密碼已被破解，這番話不過是他刺激警方的手段。1969年9月27日，12宮殺手第3次作案，且作案時間首次選在白天。哈特纳爾和謝巴德正在一座小島上野餐時，一名头戴黑色蒙面頭套，眼孔處有墨鏡遮擋，身穿背带褲，胸口掛着白色交叉循環樣式掛墜的男子持槍走近。該男子謊稱自己是從蒙大拿州迪爾洛奇監獄逃脫的罪犯，殺害了看守，需要車和錢逃往墨西哥，隨後用塑料繩將2人捆綁。哈特納爾2人以為只是搶劫，不料男子綁好他們後竟說我要用刀殺死你們，隨即對2人瘋狂捅刺。行凶後，男子將車鑰匙和錢丟在地上，用黑色軟筆在哈特纳爾的車門上畫了一個奇怪圖案，隨後駕車逃離。2人拼盡全力掙脫繩索呼救，附近2名女服務員聞聲報警，2人被緊急送往醫院，最終哈特納爾幸存，身中24刀的謝巴德不幸離世。當晚7點左右，12宮殺手再次致電納帕縣志願辦公室，承認白天的謀殺案是自己所為，並準確描述了案發地點和特徵。警方趕到電話亭時，通話剛結束幾分鐘，電話聽筒上還留有濕潤的手印，但警方未能將其與任何嫌疑人匹配。短短2周後，1969年10月11日，殺手第4次作案。出租車司機保羅在舊金山石匠大街和蓋瑞路交叉口接上一名男乘客，該乘客要求前往華盛頓楓樹街。車輛駛出一個街區後，乘客突然用手槍對準保羅頭部，一槍將其打死，隨後拿走錢包、車鑰匙，並撕下保羅的衣角。這一幕恰好被3名路過的少年看到，他們立即報警，並目睹兇手擦拭車內痕跡後走向附近街區。警方幾分鐘內抵達現場，根據少年描述，在周邊搜索，曾看到一名可疑白人男子匆匆走過，但由於無線電調遣時誤報嫌疑人是黑人，警方並未對其進行盤查。事後證實，這名白人男子正是12宮殺手，他再次僥倖逃脫。1969年10月13日，舊金山紀事報收到殺手的來信，信中夾着一塊布料，正是保羅被撕下的衣角。信中，殺手嘲諷警方，當時你們本來可以抓住我，但你們只是騎着摩托車在路上飞馳，仿佛在比誰的噪音更大。同年11月8日，殺手又寄來一封信，附帶一段340字符的新密碼，即 Z340 密碼。信中寫道：我是12宮殺手，最近你們不會聽到新的壞消息，但請把這段密碼刊登在頭版。當你們忽略我時，我會感到孤獨，而孤獨時，我就會開始做我愛做的事情。顯然，上一封密碼被快速破解，激怒了兇手。這次他在密碼中精心設計了更多花樣。警方甚至請來南加州大學教授凱文奈特，借助其開發的人工智能軟件 Camille 嘗試破解，卻依舊毫無頭緒。次日，1969年11月9日，舊金山紀事報又收到一封長達7頁的信件，信中殺手炫耀道：截至10月底，我已經殺了7個人，警察永遠抓不住我，因為我太聰明了。他還透露，警方公布的素描只是自己作案時的偽裝，平時樣貌完全不同，且自己會在手指上塗2層飛機粘合劑，不會留下指紋。警方推測，殺手聲稱殺了7人是為了誇大自己的戰績，其中部分案件可能與他無關。1970年3月22日，臨近午夜時分，身懷7個月身孕的22歲女子凱瑟琳帶着10個月大的女兒駕車前往佩特魯瑪探望母親。行駛至132號公路附近時，身後一輛車突然狂按喇叭並亮起遠光燈。凱瑟琳疑惑減速後，該車加速追至身旁，男司機搖窗提醒她車後輪在搖晃。凱瑟琳心生恐懼，靠邊停車，該男子主動提出幫忙修理。幾分鐘後，男子稱已修好離去。凱瑟琳發動汽車時，右後輪突然脫落，原來男子並未固定螺絲，反而將其擰鬆。男子此時折返，假意驚訝地表示情況比想象中嚴重，提出送凱瑟琳前往附近加油站。為了女兒的安全，凱瑟琳無奈上車。然而車輛連續路過多個加油站卻未停靠，反而在鄉間小路上行駛了近2個小時。幸運的是，男子不慎開上高速路出口匝道，被迫停車。凱瑟琳抓住機會，抱着女兒逃下車，藏進灌溉溝渠。男子手持手電搜尋未果，恰逢另一輛車路過詢問情況，他做賊心虛，迅速駕車逃離。凱瑟琳直到看到女司機路過才敢出來求助。當他在警局描述嫌疑人樣貌時，一眼認出了牆上黃道12宮殺手的通緝令。警方後續找到凱瑟琳的車，發現車輛已被重新安裝車輪後燒毀。
這次作案失敗似乎讓殺手有所收斂，但1個月後，警方仍陸續收到他的挑釁信件。1974年，黃道12宮殺手寄出了最後一封信。信中，他通過密碼多次暗示自己的名字，声稱已谋殺37人，此後便徹底消失在公众视野中。由于長期未能锁定兇手，舊金山警方於2004年4月將此案暫時擱置，2007年3月又重啟調查。半個多世紀以來， Z340 密碼成為破解案件的關鍵線索，吸引了無數專業人士和密碼愛好者嘗試破解，卻始終無人成功。直到2020年12月，美國軟件開發員大衛·奧萊扎克、比利時電腦工程師賈爾范艾克、澳洲數學家山姆·布萊克組成的3人小隊，終於成功破解了這道跨越半個世紀的密碼。他們通過創建65萬種密碼符號組合，利用專用破譯程序 AZDecrypt， 結合兇手信件中常見的拼寫錯誤和盜拼手法，最終還原了密碼內容。我希望你們在嘗試追捕我的過程中獲得更多樂趣。打電話上節目宣稱是12宮殺手的那個人並不是我，我並不畏懼毒氣室，因為這會讓我更快進入殿堂。我有足夠多服侍我的奴隸，而其他人卻一無所有，這也是他們怕死的原因。但我一點也不怕，因為我知道我死後在天堂的新生活會很輕鬆。FBI 官方認可了這一破解結果，但密碼內容仍未提供實質性的身份線索，案件調查依舊停滯不前。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追查中，警方鎖定了多名嫌疑人，卻均因證據不足被排除。第一個重要嫌疑人是范貝斯特，其兒子斯图爾特在2004年通過書籍《最危險的動物》聲稱父親就是12宮殺手。斯图爾特指出，父親的樣貌與通缉令高度吻合，名字字數與密碼中暗示的一致，出生證明上的舊金山字跡與殺手信件中的字體相同，且父親手指有疤痕，會演奏風琴等細節均與案件線索吻合。但警方調查後發現，出生證明上的字跡實為牧師所寫，且范貝斯特的體型與目擊者描述的強壯兇手不符，最終排除其嫌疑。第二個核心嫌疑人是艾倫，他曾被警方高度懷疑。證據包括1969年9月27日野餐兇殺案當天，艾倫渾身是血回家，他在殺手自稱12宮前就已使用該名號，其擁有的風衣、鞋子和手套尺寸與案發現場線索一致，性格內向且有戀童癖，符合隨機作案特徵。一名幸存者曾從照片中認出他。警方還在其家中搜到武器和相關錄音帶，但關鍵證據卻相互矛盾。艾倫的字跡與殺手信件完全不同，且 DNA 與案發現場痕跡不匹配。警方深入調查期間，艾倫突發心臟病去世，此案線索再次中斷。2007年，丹尼斯向警方報案，指證继父傑克是12宮殺手，並提供了帶血跡的尖刀、蒙面頭套、恐怖影像資料等證據，聲稱傑克的字跡與殺手信件高度相似。2009年6月，警方通過 DNA 對比，初步確認傑克為兇手。這一消息讓民眾歡欣鼓舞，以為懸案終於告破。然而10個月後，警方推翻了 DNA 檢測結果，確認傑克並非兇手，案件調查重回原點。2021年10月，一支名為破案者的獨立調查組公布了最新發現，聲稱已鎖定兇手為已故退伍空軍油漆工加里·弗朗西斯·波斯特。調查組表示，波斯特的樣貌與目擊者描述高度吻合，頭部有疤痕。案發現場曾發現與美國軍事基地相關的帶油漆男士手錶，與波斯特的身份經歷相符。更關鍵的是，將波斯特的名字帶入殺手信件密碼後，原本晦澀的文字變得可懂。此外，波斯特的親友證實他有虐殺小動物的惡習，還組織過犯罪團夥。其社交平台照片下曾有人用12宮形容他。遺憾的是，波斯特已在3年前去世，目前尚無確鑿證據能100%證明他就是真兇。自1968年初起案，半個多世紀的漫長追兇終於迎來曙光。黃道12宮殺手案已瀕臨偵破，舊金山警方從未停止追查的腳步，無數民間愛好者也始終堅守在尋蹤一線。這場跨越時空的正義之戰，承載着受害者家屬的殷殷期盼與公眾對真相的迫切渴求。隨着現代刑偵技術的迭代升級，這起曾震驚全美的懸案即將水落石出，遲來的正義終將告慰逝去的亡魂。